特别想讲一个现实问题啊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想结婚了？今儿啊，我就长话短说，我家王八和刺猬都嫌我是啰里吧嗦的啊，太老婆嘴了。上午呢，有一位男士家长来找对象，是个妈妈啊，他儿子32岁，未婚，在国企工作，年薪在8万左右。那家长呢是特别着急啊，说什么条件的都可以，我们家也不挑啊，离异带孩子我们也接受。接着呢，他就开始哭呀，哎呦，他这一哭呀，我那心都慌啊。他说儿子不想结婚了，一个人过挺好，这辈子也不打算结了。他特别着急，问我该怎么办。哎呀，你问我这治病得先治根啊。拿男人来说啊，给资本家们打工累了一个周，回家躺床上玩游戏看电视，一觉睡到大中午，喊上哥们儿那啤酒嘎啦卤个串儿，回家袜子一脱鞋一扔啊，想怎样就怎样。好了，相亲认识一个女朋友啊，那付出是人力财力去哄她，绞尽脑汁的去跟她聊天说话，情商不够啊，智商也费劲儿。好不容易挨到结婚了，车房彩礼、婚后生活开销以及未来家庭、孩子等等各种问题，裤兜比脸都干净，存款还不够还贷的。对方彩礼张口10万20万，人家要个保障啊！你看完了，最后两人分手。与其说不想结婚啊，不如说是想而不能。结婚所需要的负担压力太大了呀，大到让人一眼望去啊就自觉无力承受的地步。怎么办？那等着国家分房分车分对象吗？既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，那就拖着蒙着眼睛啊装瞎子，我啥也看不见。除非天降马云于我面前呀，告诉我磕一个头给我1万块钱，那上不封顶，那行了，我就可以发家致富了。不想结婚啊，无非就是自己骗自己的理由，男人女人都这样，大家因为各种原因自我欺骗，最大化的拖延时间，活在当下嘛，快乐一天是一天，对吧？宁可窝在被窝里闻着脚臭味看我说段子，也不带出门相亲的。说白了，男人呢不想恋爱结婚啊，多半是因为害怕女人要车要房要票子，再没事要个情绪价值，要哄要陪的。女人不想恋爱结婚呢，多半是因为害怕男人赚不到钱，没有上进心，还把老娘当保姆用。有些人很聪明，会拿婚姻啊当砝码去换取财富和地位。在学历贬值、财富分化的今天啊，父母的干预再加上这整个大环境都不太友好，确实可以让婚姻啊变成看起来极为昂贵的生意。对于男人而言呢，这桩生意的代价太大了，在没有家庭支撑的情况下很难达成。于是啊就觉得这生意啊不划算，老子不干了。对于女人而言呢，排除掉少部分的现实主义者，相当一部分女人追求的生活价值啊是无法在婚姻当中实现的。不是不想结婚，而是所追求的高品质婚姻啊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太多了，欲望太多，得到太少，所以越来越多的不婚的人认为啊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。你要问我到底需不需要结婚啊？我记得张爱玲说过，结婚是为了维持生计，人生的每一步啊它都是不能少的。结婚可能有遗憾，但是不结婚啊绝对有遗憾。说得好，我实在太崇拜你。上午来了一姐们啊，条件很好，94年身高168左右，身材匀称硕士，自己开了一家美术机构，年薪在30万左右。这姑娘长得很水灵啊，有7分左右，属于比较有气质一类。最近这2年呢，一直在相亲啊，不是她看上的不喜欢她，就是喜欢她的呀，她不喜欢。难得呀，有个男士啊，比她大了1岁，各方面条件都不错。谈了半年呀，马上就要谈婚论嫁的时候，他要彩礼20万，结果人男士啊，是头也不回的跑了呀。哎，这回他想明白了啊，那既然相亲都这么算计，没什么感情可谈的，那不如啊自己出钱出彩礼，招上门女婿，哎，找个自己觉得不错的。于是他就来跟我说呀，我愿意出30万的彩礼，找个真心啊对他好的人。我问他，我说只要真心不看条件吗？他说那怎么可能呀，我也不能随便找个人回家吧。于是呀，噼里啪啦的，那条件列了一大堆呀，我的肝都跟着颤。这第一啊，男士学历985或者211本科以上，毕竟呢他是硕士，学历不能差太大了，不然两个人这思想层次啊他不一样，怕以后沟通困难。这第二，男士身高不能低于175，不然呢没有安全感。第三啊，这个年龄啊在26到32岁之间，他本人保养的不错啊，比较显小，他不想找年龄大的。颜值呢也要匹配，能够让他有心动的感觉。这个身材要好啊，不能胖也不能瘦。这第四，他脾气不好，还比较慢热，需要男士给他提供情绪价值，懂得照顾他，允许他作一点。性格要稳重，要会察言观色，记得他所有的喜好，生活呀要有仪式感，不要生活质量下降。这第五呀，这男士家庭啊也有规定啊，条件一定要好，父母一定要有存款，有社保，有退休保障。而且婚后不跟男方父母同住，
因为他不太会处理复杂的关系。另外啊，这婚后啊，他也不做家务，不带孩子。这第六，男士收入啊不能低于20万，比他高最好，房子他出，男方啊要出装修，婚后男士要上交工资等等。哎呀，听完之后啊，目瞪口呆，都很难表达出我的反应啊，五脏六腑都跟着颤呢。你都要找上门女婿了，怎么男方还得给你出钱装修房子呢？他说我给了彩礼，我都没钱了呀，他肯定要带回一些。哎呦，听得我特别无语啊，这不相当于什么都没给吗？我问他，我说那你房子给人家加名吗？毕竟人家出装修了呀，万一离了那什么都没了，起码得给个保障吧。他说这房子是我买的呀，肯定不能在他名字，绝对不商量。那一瞬间啊，哎呀，他把我怼的是哑口无言呀。我问他，我说你觉得这样的男士凭什么能跟你在一起啊？人家有学历、有能力、有情商，还会做家务，长得还要帅。他说我给彩礼30万呢，我给这么高，我不能只是找一个男人嫁了吧？我是要找高质量的男性。说实话，我做婚恋这么长时间，真的第一次遇到这么个找上门女婿的。我和他说啊，这年前啊，有个女方人家也找上门女婿，是不忍心女儿啊出嫁，所以啊去招的。人家出60万的彩礼，直接送房子1套，再加1辆奔驰。结婚之后啊，每年给男方啊家里补贴10万，不需要男方啊给任何东西，唯一就是要求男士啊工作好，硕士以上学历就可以。你看看你这要求，比正常找对象的人要求都高。你希望你付出的30万一定要货有所值，可符合这项要求的男人，人家觉得你不值呀，干嘛要选择给你当赘婿呢？姑娘听到我怼她呀，觉得特别不爽，和我说呀，那你给我找找这样条件的人，我嫁过去啊也行。我问她，我说就这条件的男人，结婚你还要彩礼吗？她一听啊，怎么可能不要啊？我嫁过去啊，那彩礼肯定是要给的呀，这少点也行啊。我问少点是多少啊？她说起码10万。我一听，我说你这情况我帮不了，就这条件的男人不给彩礼啊，都一堆人抢着要呢。你揣着30块钱和我说要买辆法拉利，你觉得人家认为是我傻还是你傻呀？根本就不是现实的事儿啊！这姑娘听完就跟我说呀，说我眼界太小了啊，她朋友啊都不如她，嫁的条件啊都特别好，有车有房，年收入都几百万了，结婚啊人家对方都给了彩礼30万，怎么轮到她10万的彩礼都不能要呢？说完呢就拎起包就走了。哎呀，现在这年头啊，这个刺猬看门啊，他也不靠不住，啥人都给我往里放，下次再这样我就生气了。说点彩礼那些事儿啊，有一个活我最不爱干，那就是提亲啊。那家伙一问到彩礼，就一个个跟炸锅一样，现场就跟那菜市场一样讨价还价。有的人家呢还通情达理啊，这彩礼呢看着能力给，这有的呀要了20万都觉得亏了呀。结婚当天，哎，不下车，你非得再给我10万。哎呀，人生不易啊！今天上午就提心吊胆，跟男士一起去女方家里提亲去了。咱就把这个过程给你们说说啊。先说一下这个两人的情况。男士是92年的硕士，在国企工作，年薪在20左右，独生子啊，父母都是公务员。这个女方呀是94年，3本是艺术类的啊，待业在家考公务员，父母是农村的，有一个弟弟。两人呢是自由恋爱了2年，同居1年多。恋爱期间呢，这个男士每个月是给女方生活费在3000左右，还给她还了外债7万，再加上生活开支啊等等，这2年期间啊花费了将近30万。上午去的时候，这姑娘和弟弟还有妈妈在啊，爸爸去干活了。我们到了之后啊，这双方啊是嘘寒问暖了一会儿，后面呢就开始聊到这个结婚的要求了。女方妈妈不说则已，一说惊人呐，房1套，车1辆，彩礼30万。我听完那血压蹭蹭蹭往上涨啊，真后悔没把我那池子里王八给带来劝劝我呀。男士呢听完就解释说呀，自己啊现在没有钱啊，头2年刚买了房子装修，这2年收入啊很多啊也都是花给2个人了，这个最多呢现在也都能拿出个10万左右。女方妈妈一听啊，理直气壮的说呀，谈恋爱都得花钱，怎么你还得把这钱算到彩礼里面嘛？你1年挣20万，彩礼啊要30万，这要求啊一点都不高。我一看这情况啊，还没谈就吵起来了，就赶紧解释呀，这彩礼啊就不要跟这个男方收入挂钩了，当地的风俗啊也就是几万，最多也就10万了。我这话呀还没说完，女方弟弟就嗷嗷的一下啊打断我说，现在10万彩礼拿出来不丢人吗？女方妈妈呢也是紧跟着声音特别大的怼过来啊，你知道我们村里有个寡妇啊，带着6岁的儿子找了一家呀，人还给了20万的彩礼，我家闺女这不能连寡妇都不如吧？我们家面子放哪？接着又说呀，他们村里没本事的姑娘嫁人啊，人家大专的这个干电焊的都要给20万，
怎么你学历研究生还是当领导的，好意思比这个低吗？哎呀，这话一出来，南上当时就火了。你女儿现在没工作，还是靠我养着呢，怎么好意思要这么多啊？两人呢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吵了一会儿啊。男士转身啊就问女友啊，我要是没有这30万，你嫁不嫁？这姑娘脑子啊也不带灵光，听了就说呀，这结婚啊是要跟你一辈子的，嫁到你们家呀就要伺候你们，给你生儿育女，把我妈妈自己扔到家里，那肯定是要补偿的。再说这钱也不是给外人呢，我妈呀就是你妈，那又怎么了？男士当时听完呢，气得血压都往上冲啊！我拉住他先冷静一下，就听女方妈妈在那儿又苦口婆心的劝呀，这笔钱呀我们也不要，那存在女儿的名下，万一哪天你们离婚了，这女人带个孩子呀，她也不好嫁人呐，这钱也能够给她当个保障。男士啊接着就问啊，那给30万赔价多少？对方理直气壮的说没有赔价。这时候啊男士就已经很生气了，说要么10万彩礼两人结婚，要么分手。对方一听啊直接说啊，这10万可以，但房子啊必须得加名字，车也得是女方的名字。还有你们没看着对方那要钱的嘴脸啊，上辈子土匪这辈子都投胎他们家了。我劝女方，我说你们家这个条件聪明点的不要彩礼也会嫁。男士硕士年薪20万，独生子，父母在政府工作，这条件啊够优质了，多少人都想认识。姑娘你马上30了，去相亲也是一个不讨好的年龄，没有工作，各方面条件一般，分了手你根本就不会找到他这样的。我还没说完呀，他弟弟就说呀，我姐那是要考公当官的。哎呀，那底气让我觉得啊，那都不是考公了，那是要考总统了呀。双方呢又因为啊是谁配得上谁啊，又吵了一会儿。最后他弟弟也是直接起来啊撵我们出门，说我姐有的是人追啊，连彩礼都不舍得给，以后啊对我姐肯定也不好。男士气的呀出来就给他女友打电话嘛，结果呀是被拉黑了。说个最终结局啊，这个男士啊联系上女方了，要求女方必须还给他10万，而且分手，都是有转账记录的。这女方一听啊不同意，而且还去挽留这段感情，沟通到最后啊就说这个分手可以，这个钱呀5年之内再给他，并且呢录了这个电话录音。男士呢就拿着这些证据啊决定起诉法院，说对方既然不讲情面呢，也休怪他狠心了。最后劝那些因为彩礼吵架的买家和卖家们，如果婚前都能产生巨大分歧啊，这日子往后啊他也过不好的。好了，下期再给你们讲个陪嫁2双袜子的事儿。